们要来进行3餐米其林，也就是本频道最困难的挑战。主题就是日本料理。哇，很香，好丰盛哦。九妹不是把就是要对手停掉了，我就要趁虚而入。哇，真的是超级厚实的。就连在台湾，不用说国外，就有很多我们都没有尝试过的食材。那以后可以为我研发一种盐吗？叫什么盐？我爱你，无需多言。一罐可能价值500以上。耶！这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海胆。Hello， 沙迪，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进行3餐米其林，也就是本频道最困难的挑战。当3餐米其林变成最难的挑战。好，我们今天来到了是古亭区，我们的早餐要来吃的叫做小小素食。这间餐厅在师大附近，然后为什么会选这里？你看它的外观非常的可爱，日式。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这集的3餐米其林主题就是日本料理。那这间是我们在台北找得到少数的有提供早餐的日式料理，我们来吃吃看吧。行きましょう。こんにちは。今天我们今天也有来宾，我们第一位来宾是日本人娜娜。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就是日本料理，第一棒就由日本人娜娜来跟我们一起吃这样子。日本。这里进来，日式的玄关区，我们鞋子拖这里，小小素食。这边我看菜单好像是有那种日式的饭团，但它是好像说是日式洋食 （Western food） 洋食，对对对。它这里还有一个展艺空间，好香哦！对，这边都是那个面包的香味。哦，它是一个像这样子的走廊，漂亮。这里是我们的位置，它的菜单也漂亮，它是那种手绘风的，把所有的选项画出来。这里的这个早餐盘是480，饭团的话是380。好，那我们在等餐来之前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娜娜。谢谢。娜娜我认识蛮久的了，因为娜娜算是我的同门的学妹、师妹，对，因为她也是 Pressplay 经纪公司的。我第一次看到娜娜的内容，应该是你发现中文有一些很怪的逻辑还是什么的。我有拍很多。对，她是以一个第2外语，然后看中文，所以会有很多是我们母语者没有想到很奇怪的东西。那娜娜，你还会做什么样子的内容？我还会拍台湾生活的内容，或是回去日本的时候也会拍日本流行的东西之类的。那我会把娜娜的频道，她 IG 也还蛮常更新的，还有她的 YouTube 频道，我会附在影片的就是留言区之类的，大家应该也可以在留言区捕捉到娜娜。我们刚刚聊到一半，娜娜才发现，对，这个是米其林，完全没有讲，而且难怪这么漂亮。对，这个影片的主题就是一天里面3餐都吃米其林，而且这个椅子我们发现它很可爱，它是可以往后这样子靠。这在日本常见吗？我没看过。啊，你没有看过 ？OK， 那可能是台湾的东西。很喜欢。对，日本人会怎么做？所以如果是在榻榻米的房间里面的话，就直接是跪着做。哦，这样或是这样子，女生。哦。男生很多都是这样。哦，就直接盘腿，可能是怕台湾人不习惯吧，所以在这边加了一个，虽然是榻榻米，但是加了一个这种椅子，就它坐起来其实还是有一个高低落差，所以你的脚可以往前放。这是他们的优格，还有 granola。どう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すごい，这个水果很多。它就是一个水果优格，然后水果的料非常的多，多一个脆脆的口感。おいしい。我要去。日本人的早餐通常会吃什么？吐司，动漫都会有那种少女叼着吐司，然后要跑去上学。国中的时候真的有做过吗？真的叼着。你就是动漫里面的那个少女这样。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加无花果，让味道变得很丰富，因为无花果的味道很独特。然后它还有奇亚籽。哇，好大一盘啊！很香，好丰盛哦，超多东西的。いただきます。
是很健康的一个爱时刻。那吃到食物都会马上有一个反应，真是可爱。来，面是你的狸猫盒饭。哦哇，这是玉米跟饭，然后上面可以直接包成饭团。我觉得它连那个摆盘都有顾虑到而。且这个便当盒，我妈妈最喜欢的形状。哦，椭圆形的便当盒，木头的。OK， 好，那我们来包这个。可愛い。一个小袋子。很脆，它玉米跟里面还有一些那个酥，都是脆的。好吃。里面还有一个香料的味道。我觉得玉米跟饭放在一起很好吃。玉米它还会有一点爆汁，它里面的味道其实有很多组合。玉米啊、饭啊、香菇，然后里面的菜。玉米很甜。跟看起来的不太一样，它那个外面的那个酥皮很咸，然后跟里面的那个马铃薯就很搭。好吃。我です。你每个都是吃完就もう美味しいです。我要来学娜娜每次吃完食物之后的反应。我发现它的分量是非常大的，它这样子如果说是以一个人吃的话，其实会还蛮多，因为你看这个饭盒，它饭盒也很深，我已经挖好几口，还剩一半，然后这个也是那个一大盘，超多东西的，真的是可以当做是早午餐来吃的。卵。有点像玉子烧。有点。好，我们吃饱了。它真的好大份哦。我觉得吃超饱，我觉得我待会午餐完蛋。我觉得整体味道很棒，我最喜欢的应该还是我的这个玉米饭，很特别，然后那个搭配加上那个海苔，整个包起来变成是一个小饭团。但这个是日式饭团吗？日本你有吃过像这样子？日本玉米跟饭团在一起吗？那可能就是创意料理。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早餐的体验。那我们接着来吃日式午餐。欢迎来到阿滴的化妆间。那我们在去吃米其林午餐之前，来定个妆。那大家可能会问说，为什么化妆而已，中间还要拍摄？这个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行程实在是排太满了，完全没有任何时间可以来介绍 Surfshark VPN。冲浪鲨鱼是一个全方位的 VPN 服务，在跳转网络 IP 的同时，还会加密你在网络上面的真实身份，保护你不受恶意的钓鱼软体还有网络追踪的影响。而且现在 Surfshark 还推出了电子邮件诈骗检测器，透过 AI 即时分析邮件与连结，辨识每一封电子邮件的风险，让你收信更安心。其他冲浪鲨鱼好用的地方，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简单讲就是透过切换网络 IP 来解锁区域限制，像是可以在影音串流平台上看到台湾看不到、只在国外上架的影音节目，或者用其他国家地区更便宜的价格订阅网络服务、买东西或是饭店机票，而且只要订阅一个 Surfshark 账号就可以。到网上看哦。好。而且只要订阅一个 Surfshark 账号，就可以在无线个装置上使用，你的笔电、电脑、平板通通都能用。带出国的时候，也可以一键跳转 IP 回台湾，全球超过140个地区都能够快速又安全的上网。现在订阅冲浪鲨鱼，用我的专属连结 surfshark.com/dureirai， 或是输入我的优惠码 dureirai， 就可以额外获得4个月。那所有详细连结我会放在影片的资讯栏。好，我们现在来到午餐时间。好，刚刚 set 好的头发，有没有点日系的感觉？好，之后剪辑师会上字卡，并没有。我们这次要吃的午餐叫做和食，是一家很有特色的日式板前料理。然后我们也邀了今天的第2位来宾 ，Ikimashou。好，我们今天的第2位来宾孙晴月。这么突然？对啊，介绍一下，你跟日本很熟吗？还好，算熟吧。他的频道就是做跟动漫啊，然后跟反正日本文化相关的，所以想说第2位来宾我们找孙晴月一起来吃饭。谢谢。首先我们第一道呢是日本的生蚝，那旁边搭配的是在台湾种的韩国节瓜，那上面呢还有撒上夏威夷黑盐。主厨怎么称呼？我叫阿仁。阿仁，你好。我好像有看到你的报道，是原住民吗？我是啊，我是台东长滨的原住民阿敏。我其实蛮喜欢吃生蚝的。生蚝加盐巴很好吃哎！我第一次吃这种生蚝加上盐巴，要多一个提味，有一点那个海的味道，吃到那个海的味道。是我们这边生鱼片的炙烧方式，我的食材呢直接贴在背长炭上面炙烧，那炙烧出来它会带有一个很香的木炭的香气。现在是吃木炭的，不是吃这个。
道呢是用被长炭炙烧的软丝，上面呢还有搭配盐昆布，一口的 size。哦，它味道层次很丰富，很容易吃得到那个炙烧的味道，加上那个盐昆布，它吃起来会是很有那个胶质的感觉。像你拍这样的影片，你是想要很认真的聊食物，还是就是乱聊一通？主要是因为九妹不是把就是要对着停掉了吗？哦，对啊，所以现在大家礼拜一没有一个固定可以看饮食的节目，所以你要取代它，我就要趁虚而入。趁虚而入。这道是用稻草炙烧的煎鱼，上面呢还有撒上我们自己做的稻草烟熏盐。好吃。那么这边煎鱼的话呢是用也是比较白肉的煎鱼，这是不是有烟熏的味道啊？因为我们用稻草去烧啊，很明显。哇，这好好吃哦。这是酱烧的北海道新鲜干贝。哦，刚刚老板说上面还有山椒粉，真的很大一块。为什么它有一种玫瑰的香气啊？玫瑰的香气，应该是那个山椒粉的香气。还是我看到你最有恋爱的感觉？那请不要太靠近。我觉得它每一道都是会多一个味道，或是多一个口感，就是在它本来你想象之外的，变得更有层次的感觉。但是它是搭的，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就是违和。这道呢是香菇炭烤的蔬菜，前面的话呢是芽白心，也就是大白菜它最中间最嫩的地方，而且它的甜度也很明显。左下角搭配的是三烤竹盐但是把海盐放到竹子里面去烤。总共烤3次，你到底有多少种盐巴？很多种，它叫波特菇。你知道演艺圈有一个很红的歌手，很喜欢吃香菇吗？谁？是陶喆。为什么？你有听过黑色柳丁吗？有啊。我吃香菇，吃香菇，吃香菇。对不起。老板想说，我除了煮饭之外，还要听你这些烂歌，是不是要多收你钱？真的好香！我觉得这边是主打一个入口的香气。这盐巴真的有一个特别的味道，有一个好熟悉的味道是什么啊？蛋的味道。对，蛋的味道。对，这道呢是炭烤的马头鱼，冬天的马头鱼呢，它的油脂非常丰富，大家可以吃看看。前面搭配的是达钠盐，又是一个新的盐巴。没错。那以后可以为我研发一种盐吗？叫什么盐？我爱你，无需多言。你可以不要理他就好了。难得有这种人可以跟我讲这种话。哇，真的是超级厚实的，超厚。很嫩。很嫩。马头鱼长什么样子？其实不知道马头鱼长什么样？这就是马头鱼，这几只都是马头鱼。马头鱼，它长这个样子。它的肉质比较细致，会带一点 Q。然后我觉得很多油脂哎。油脂是因为这个是白马头，白马头的产季在冬天。那冬天基本上海里面为了要过冬，它一定会囤积脂肪。你看它里面的这个，哇，油亮的。这道呢是台东成功白旗鱼的日式主物，那旁边搭配的蔬菜呢是青花笋。这个菜是花椰菜跟芥蓝，芥蓝，芥蓝，所以它的长相会有一点像芥蓝，有一点像芥蓝。对，那它整个植株像花椰菜。刚刚那个菜的味道，我觉得好像比较没有花椰菜的味道。它的口感有点像花椰菜，但是它的味道不像是花椰菜。对。这道呢是澎湖海草虾的天妇罗。苹果丝瓜，但是是比较小颗胖胖的这种丝瓜。那最前面的话呢，伊木子盐又是不一样的盐。伊木子也是阿美族的香料。好特别的味道。那炸物可以沾着伊木子盐吃。那还是有丝瓜的味道。我没有吃过丝瓜的天妇罗，好酷哦。我其实平常不是很喜欢吃丝瓜，丝瓜就是会软烂烂。它这个天妇罗里面它是。有点像果肉。这道呢是炭烤的澳洲和牛，旁边搭配的是灯笼果，这样子交替的吃呢，牛肉比较不会这么油腻。这个是什么
部位啊？这是纽约客，纽约客，好好吃哦。下面这个是可以吃的吗？下面的不行，哦，下面就是它果实外面的壳。哦，我今天吃到好多没有吃过的东西哦。灯笼果配牛排还蛮搭的，这个灯笼果外面是也可以直接买到的，也买得到。好酷哦！真的是从来没有看过，有点像灯笼哎。对，所以它叫灯笼果。然后它外面有这个皮，然后里面就有点像是一个番茄的东西，番茄的口感吧。不是它有一个奇异果啦，奇异果啊，哦，奇异果哦，你这样讲好像有哎，奇异果，有一点。芒果跟百香果、枇杷、杨桃、奇异果这些都有人讲。综合热带水果的这个香气。1200吗？对，1200除以76颗，一颗15块。一颗15块哦，不便宜耶！就连在台湾，不用说国外，就有很多我们都没有尝试过的食材。今天的饭呢，准备的是玉米鸡跟水果玉米的炊饭。我觉得这种omakase都一定都是前面先几个开胃小点，一些生食，然后再来就是大块的鱼、大块的牛肉，然后再来就是吃一个饭，吃一个炊饭。哇，很好吃。这个玉米是料理手法吗？它的存在感很高哎。炸过这样子。肉有炸过。外面有裹了一层薄薄的那个天妇罗粉下去炸。哇，很香哎，那个藜麦加上去，多一层口感，然后玉米又很脆。完食。今天准备的汤呢是雨来菇的味噌汤，它是一种下雨过后才会在潮湿的陆地上长出来的一种藻类，这叫比较海带。它偏软，软软的，然后很厚， Q 的，对，软 Q 很厚实。日本吃完饭是要讲什么？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点完了，孙庆月觉得如何？午餐的套餐是2500加一层，然后晚餐的话是3500加一层。就是以这种无菜单料理来讲，我觉得算是很便宜的，因为无菜单料理比较少能吃到2000，就是2开头的。然后它的东西是真的 CP 值非常高，很好吃。你最喜欢哪一道？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话，我觉得是那个天妇罗哦，对，然后还有我觉得最后的饭也是非常好吃。我应该会选那个马头鱼哦，马头鱼对鱼也超好吃。除了那道之外，就是它第一个是用了一堆盐巴，不同的盐巴，然后去搭配它的食材。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吃到很多，它都是用台湾在地的食材去用日式的手法去准备，对，所以就吃到了很多可能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吃过，就是有很多台湾的蔬菜，对，作物或是水果，平常我们吃不到，灯笼果啊，对，苹果丝瓜、花椰笋，对，每一道都会有一些亮点。午餐的体验。日式，那接着我们来准备去吃晚餐喽。哎，晚安。我们现在瞬间来到了晚餐的时间。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吃的是日式的寿司，叫做寿司坊。它算是我们找到相当奢的一个日式寿司。晚餐要陪我一起吃的，现在不做对决的九妹进来了。哦，米其林在这里。2022到2025年都有拿到。好，九妹来了。这是什么系列？没有，就3餐米其林。就是我今天的主题是日式，就早餐吃完之后，然后刚刚午餐也吃了一个日式，然后最后晚餐是吃这边。哇，你今天，你这样熟人真的 OK 吗？我不知道，因为这里比我想象中的距离靠近，就是这个板前的位置。九妹带给我，九妹有自己带手艺。我今天还特地戴那个大家都说跟你很像的眼镜。有这个有一点像，这是你心头贴的那个眼镜吗？对，On Days 的。他心头贴长得超像我的，我有时候都会看出，因为现在就是九妹就不拍就是要对决啦，他就是有一个权力的那个空虚啊，我就是要填补。自然法则最讨厌对，真空就是会趁虚而入。对，有一样可以给你啊。第一道他说是海胆慕斯，小杯子，哎呀。哇，这个海胆有点像是果汁哎，海胆果汁很酷，它的海胆外面包一层，对，包一层果冻皮。台北顶级的 omakase 都非常难订。我们大概1个多月前开始在订嘛，然后这间也是很多网络推荐，我们都会先说我们要拍摄，
然后我们就是订一般的位置，我的财力还没有到可以订包厢。没有啦，寿司方我记得我们有曾经想拍过，但他好像没包厢，或是不给我们包场，或是要么我们就要包8个位置。然后我们的财力没办法付掉8个位置的钱，所以就没来拍了。对，所以其实我财力也是不足的。我今天找你也是因为我怕我吃不出来差别，你吃的东西比较多，然后没有我问九妹的时候，我要特别问说你有没有对拍摄食物这件事情真的反感到你连去别人的频道都不想吃东西？然后他是跟我说去别人频道还 OK， 自己不想当主 key， 对，我今天来是心情很好的，是吗？我想说我又不用出钱，我又不用主 key， 我只要吃就好了。对，只要吃，这就是其他对决来宾的心情。可是因为我们只吃1餐嘛，其他对决要吃好几餐，至少2餐。对，其他对决的来宾我觉得也算辛苦。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吃了3餐。对，就很像一幅画。真的，人家浮世绘把它具现化，做成一道料理的感觉。它下面是，我以为是要做成脆片的，结果是软的。它不是，它是软的。它是软的。对啊，它是一个有点像是果冻。我来观摩一下阿弟拍片的模式。我的拍片就很土炮啊，我就拿一个 GoPro， 然后用 iPhone 拍 B-roll， 一整口这样子。是甜的，真的像甜点。虾子中后段才进来，前段很像一个甜点，很像慕斯甜点。他说这个是寿司方的招牌菜，可以理解。它其实下面那个很像画的那一整层都是虾肉，是虾仁，还吃得到那个虾肉的鲜味，就有一点点嚼劲的。这一道应该算分子料理的感觉，有一点的。然后上面那个有点像冰淇淋的东西是牡蛎，然后下面那一层是虾肉，然后再加上上面的那些点缀。哇，我没有吃过这样的组合很炫技，这是功夫菜。其实每一道都是很特别的，它每一道都有点分子料理的形式跟创意菜在里面。它这个不是蘑菇啊，这个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它做成蘑菇的样子，不是一般的香菇类切片，但它用的元素也是经典的 omakase 会有的元素，像安康鱼干就是经典的高级 omakase 才会用到食材。是蘑菇汤吗？这个的话是杏鲍菇。杏鲍菇。杏鲍菇汤，这好浓哦，这个有点像 puree。对，就是有点像是打成泥的蘑菇，对。它可以这样子把它压扁。对，这样有口感。这样变成，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要这样子，因为像是一个汉堡。然后有点像电影应该是一口下掉吧。它有一个海鲜的鲜味，那个鱼的鲜味。对，鱼干的那个味道。鱼干的味道很重。鱼干的味道。我觉得怪怪的。觉得怪怪的。接下来这一道的话是抗烤湿鱼，然后有准备3种酱汁。他把它做成串烧的样子。对。很酷，它每一道都有它自己的形跟意。好大一块鱼肉，我们先沾第一个这个绿酱。它这个吃起来应该就是烤丝鱼的味道。哇，好软哦，这好软哦。油脂好丰富。对，一般的丝鱼其实就蛮好吃的，但是它跟一般的丝鱼相比，它的油花更肥美，不知道怎么挑。这个是什么鱼？这个是湿鱼的背部。湿鱼，我今天中午吃的时候，我们吃到了一个叫做马头鱼，然后老板也是说，因为冬天，所以油脂比较丰富。橘色好像是甜椒。今天的鲔鱼是亲生大件，通常比较贵的店才会把你鲔鱼的产地列出来。待会我们应该吃到大腹或者是中腹的位置，然后他就会说今天是来自哪里的。邀九妹吃这种餐厅就是邀对了，那这种东西，然后我看到完全不会知道这是什么。通常海胆他也会拿出来说，今天的海胆是来自北海道的哪里，所以我在想，刚刚的那个丝鱼应该也是特挑的，就在捕的时候看得出来这条特别肥。我们是这个板前4组客人中唯一一对男的。不香吗？香啊！出应有本。板前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一直在我面前料理，其实是它就是一个秀，很好看的。对。波特菇我今天中午也有吃到。我不知道波特菇，他们很喜欢，日式很喜欢用这个材料。它的菇味不会像松露那么强。波特菇很好吃。还有什么？很香。这一道它做的有点像汤品的形式。它有那个勾芡对，它上次说有点像做的像麻婆豆腐，还有豆腐，还有点菇的口感。白字本身没有什么太多味道，
它主要是油炸的香气跟菇的味道。但白子说实话，我还好。他刚刚讲解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特别说是金囊？没有，是吗？他们都不会说的。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是不知道它是金囊的状况底下把它吃掉，但我觉得它真的没有什么其他味道。它这个菇里面有加一些辣椒，真的是有点麻婆豆腐的味道，有点，算是少数日料里面会辣的料理。对啊，你吃这么多餐厅，你到现在你有找回吃东西的乐趣吗？我觉得不拍片的时候是有的，不拍片的时候有，然后就吃一次有。像我前阵子不是日本穿越嘛，然后就开车开到北海道，然后吃一个海胆，那海胆也就是观光客店，也都很多外国人，就也没有到真的很特别，吃海胆还是很爽。我觉得对决就是编制太精致，要打灯，然后要拍 B 落，对，就要等很多等待的时间，因为我也拍过对决，甚至要重拍的东西，重新补。对，这是一个取舍。师傅们在做寿司，生鱼片了，这一定好吃啊！哇，看这个手法。放下去，我应该就要马上吃。理论上熟成1个礼拜就死掉。哎呀，熟成熟成1个礼拜。对，吃美食还是很爽。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会需要9妹这个寿司它厉害的点，我只吃得出来它的鱼肉片很薄，但是很有嚼劲。这个鱼肉在咀嚼的时候，后段有一个发酵的，有点像茶的那种味道。所以它的尾韵会拉比较长。为什么会说高级寿司会建议你一上马上拿起来吃？是因为那个师傅都算好握寿司的那个密度跟口感。所以你刚才咀嚼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空气感、口感。像我们吃便宜的寿司，它其实会粘在一起。好的寿司会控制在这一个米饭有一点点像是要落下来，但又还没落下来，致密度它控的刚刚好到有点落下来，就空气感还在。好像有你这样一讲，所以它前面几道前菜都是创意的，比如有点分子料理，对，有点功夫菜。但它接下来就是它的纯吃食材跟它握寿司的手法。它还有加一点点柠檬皮。对，涩味反而会让甜味拉出来。所以其实食材之间的那个化学反应其实蛮厉害，真的。对，尾鱼 ，OK， 你看就是很松软，饭粒是很，我好像有吃出来你说的那个空间感，但它没有什么过度的味道，就是它很纯粹，因为味道很出来，所以它用的酱油其实只是提味，几乎没有酱油的味道，对，它酱油不强。它这个生鱼片上面就已经有一些刀痕了，对，都有，刚刚都有，都有吗？它是要让那个空气还有酱油吃进去，这都好像小小的艺术品，真的蛮肥的。有些地方好像奶油融开来，它的鱼味比较淡一点，跟刚刚的尾鱼相比的话，你看待会我们要吃应该是大腹，超肥，很像和牛。哇塞，一个山一个小山。下一个是猪夹，我们吃了几个？1、2、3，这第4个吧。很多个，对，感觉吃到7、8罐。你也听过那个传说吗？就是那个寿司之神。在东京的那间店，你如果没有马上吃，你会被瞪。然后他们说那间店就是很凶，大家都是带着紧张的心情在吃完，然后握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有的人会吃不饱。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猪夹鱼。你这样一讲，我还突然想到，我们在西雅图是不是有吃寿司之神？他的徒弟开的店。他的徒弟开的店。他在切了。你看他拍那个边边，我每次发现边边那个不要丢掉，我可以吃。那个最多肉啊，那个最多肉，那个拜托给我吃。大腹。你刚好拍特写吗？我觉得这是最好吃的。你是有钱人的味蕾，好甜啊。你看，就顶级的大腹，其实它有部分跟和牛很像，所以还没办法吃很多块，对，大概2到3块吧。然后刚刚主厨说，他们这边的鱼几乎除了青鱼之外，几乎都是熟成的，大概1周。哇，尾鱼汉堡，真的，这么大一块。这里面是紫苏吗？紫苏。我很喜欢它配紫苏，整个甜感被拉得很长，因为有海苔、紫苏、米饭，所以很有口感。我好像最喜欢这个。你最喜欢这个？我觉得。你刚刚不是最喜欢大腹，现在又最喜欢？之前是最喜欢这个花心。你第一天认识我。那边有一个剩下来的，一直在看它，那个真的很好吃哎。但我会觉得，就如果单是鱼握寿司来讲，
我可能吃不出那个层次的差别，我没有到吃那么出来。但是对我来说，很好吃的握寿司跟现在这种顶级的握寿司的差距没有到很大。我觉得差距是在前菜，一部分是前菜，然后一部分用的肉的等级可能也有差。我觉得熟成过它的味道会更精炼一点。然后你看像这种够奢华的店，它的海胆颜色是挑过的。如果大小跟颜色都挑过，所以很整齐。这一罐可能价值500以上，谢谢阿弟招待，耶！这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海胆，完全没有那个腥味，完全没有甜到就是跟那个奶油一样，像冰淇淋了像，很 creamy。对，你说这是马粪哦，马粪海胆，通常最贵的店会给马粪。哇！这个之后好像还有一个甜点准甜点。好，完食。人生第一次吃这么贵，是别人帮我买单，不是第一次了，拍片可能是第一次。哎呀，这个就是买单的男人的背影，给大家看一下。谢谢招待，不用付钱，好爽。OK， 完食。这边的话，一克是6800，然后再加一层服务费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没有点任何额外的东西，所以它就是最基本的套餐，就是这么丰盛。我们刚刚大概吃了8罐握寿司吗？应该有。然后还有这几个前菜，就是它所有的食物，就算没有讲解，我们都是有拍到。它分量稍微，因为毕竟蛮贵的嘛，所以它分量大概是一般食量的人来说会饱，所以可能白天不用吃太多东西。对，像你中午有吃，你就会觉得很饱。对，而且我中午也是吃就是这种 omakase 的，所以我到现在是我觉得有点太饱了。对，因为也没有到隔很久，然后加上它的那个类型有点，我觉得有点重复，但是还好是因为这一间它主要是握寿司，然后我午餐吃的它完全没有寿司类。完全没有寿司，完全没有寿司，它全部都是那种有点创意料理。对，所以我觉得吃起来不会很有负担，或是拍起来很有工作感，这样还行。那你觉得这家如何？我觉得很好吃，但就是台北一线的好吃。我觉得它前菜有到，就是这个预算真的都可以吃到台北最贵的那几间 omakase，所以我的话会想要每一间都吃吃看。这一间我要讲的话，应该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那个海胆。反而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然后它的前菜很特别，然后对，还有那个前菜，那个食材的运用，我觉得很强。从握寿司到结束，基本上就是顺的结束，顺顺的稳定发挥。但其实也是很顶的。那我还是建议各位从1500、2000的 omakase 开始吃，不要一口气来吃6000、7000、8000。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好吃，但有值得这么好吃吗？对，我觉得我好像会有一点点这个想法。对，就是我会知道说他没有吃过这个等级的，但我会有一点感觉是自己好像没有到那么吃得懂。对，你有讲了一些，特别是握寿司那一块，搭配你的讲解，我才觉得说，好像有这么一回事。还是要先从平价开始吃。对，先从平价开始吃。但台北的日料算是以全世界来说算很强了，但也算全世界算很贵了。东京大概人均2万或3万日币就也可以吃到很好的 omakase，可是2万3万日币也就是4000到6000。对，在你能出国的前提下，其实这个预算也可以在东京订到米其林，绝对可以。这件的话就是很适合，如果你超级喜欢吃寿司，然后你对寿司有经验，你想要吃顶级寿司，对，吃吃看。吃习惯一般寿司可以来吃这个。感谢九妹今天陪我来吃，谢谢最后一餐，谢谢老板请客。对，不用花钱就可以吃到这些，这就是哎呀，的感想是什么？被请的感觉很爽，很爽，对啊，不用主 key， 不用想。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到对拍吃食物会你拍的很厌倦，没有到很密集啊。对，也没有到很密集，所以我还没有九妹这个状况，所以我可以继续的去瓜分这个市场。加油，就当给你了。礼拜一晚上6点的市场就交给你了。可以，大家可以来这边看我吃东西。好，那我们这次的米其林3餐就到这边结束喽，拜拜，下次片见，拜拜。